可，大小姐，您刚才是说爱屋及乌？袁子虚惊讶地看着费可心，没想到他竟然说得如此轻描淡写。费可心见袁子虚惊讶不已的样子，笑道：袁师，您好歹也是耳听八方的武道高手，我刚才把话说得这么清楚，您难道还没听清不成？袁子虚忙道：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这话会从大小姐您的口中说出来，有些惊讶。费可心笑了笑，认真道：袁师不必惊讶，喜欢叶先生的又不止我一个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刘小姐看叶先生的眼神有多幽怨？一个女人看男人的眼神有多幽怨，心里就有多爱他。袁子虚点了点头，笑道：您这话说的倒是不假。费可心不禁感叹道：哎呀，叶先生才来港岛2天而已，2天时间他喜欢上叶先生，我不惊讶，但2天时间他就能让叶先生心疼，我真的是没想到。袁子虚惊讶地问：我怎么没看出叶先生心疼那位刘小姐？费可心微笑道：那可能是您观察得不够仔细吧。袁子虚自嘲地笑了笑，随后问费可心：大小姐，既然您也喜欢叶先生，那刘小姐就是您的竞争对手了，您怎么主动要跟她交朋友呢？费可心笑道：叶先生如果没结婚的话，那他就是我的情敌，可问题是叶先生已经结过婚了，所以他就是我的战友，我的同志，我的姐妹。说着他又道：男人之间有个形容词叫难兄难弟，我跟他也算是难姐难妹了。袁子虚被费可心的直白惊得目瞪口呆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这位大小姐本身就绝非一般女子，行事风格如此潇洒直白倒也正常。想到这，他便随口说道：大小姐，据说叶先生红颜知己有很多，大明星顾秋怡，苏家的苏之瑜，还有伊藤家的伊藤菜子，这些都跟您一样是大家族的继承人。对，费可心感叹道：你说的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竞争者众啊，而且一个个都很厉害的样子，我好像除了聪明一点之外，完全没有别的优势。说着他转头看向袁子虚，问道：袁师，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办法？可，袁子虚尴尬的轻咳2声，开口道：大小姐，说心里话，叶先生是个奇人，完全不是我这种人能猜透的，论聪明，您可比我聪明多了，要是您都想不出什么出奇制胜的办法，我就更不行了。费可心无奈道：如果是怎么拒绝男人追我，那我肯定是经验丰富的，可是怎么追男人，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。说罢他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算了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慢慢来吧。说到这儿，费可心忍不住轻声嘀咕：我看叶先生临走的时候好像挺无奈的，眼下倒是可以先帮叶先生跟刘小姐冰释前嫌。袁子虚更加不解：大小姐，您这是下的什么棋呀？费可心认真道：不是下棋，是真心真意想为叶先生分忧，我也没别的想法，全心全意为叶先生付出就是了，就算最后登不上领奖台，起码也是报恩了。此时此刻，叶晨与陈兆忠正坐在万破军驾驶的汽车里，飞速前往教会医院。一路上陈兆忠愈发显得有些焦虑，额头的冷汗一茬接着一茬。叶晨见他心中紧张，便开口宽慰道：钟叔，您不用太过担心，老人家一定可以转危为安的。陈兆忠长叹一声，老母亲今年80多岁了，这个年纪得了脑中风，恐怕情况不会很乐观。叶晨微微一笑：您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陈兆忠微微点了点头，但表情依旧忧心忡忡。万破军很快便将车开到了教会医院的大门口。
陈肇中不待车停稳，便连忙推门下车，一路向着大厅飞奔。他来到护士台，咨询母亲的相关信息，值班的护士很快便查到了老太太所在的科室以及病床号。陈肇中赶紧按照指示，飞快地奔向母亲所在的病房。来到房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轻轻敲了敲门。里面很快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请进。”陈肇中推开病房门，便见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老太太戴着氧气面罩，十分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而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3男2女5个中年人，以及几个10来岁的孩子。5个中年人看到门口的陈肇中，一个个都如遭雷击一般呆立当场，其中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女人惊骇无比地问道：“大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大哥？”陈肇中看着他，难掩激动地脱口问道：“你是小莲？”那女人一听陈肇中叫自己的名字，眼泪顿时夺眶而出，她连忙跑过来抱住陈肇中，哭着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姓刘的一直想杀你，你这时候跑回来，他如果知道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另外的一男一女此时也冲了上来，两人也将陈肇中紧紧抱住，哭着问出同样的问题。这一男二女便是陈肇中的弟弟和2个妹妹。当年陈肇中与方嘉欣私奔，弟弟妹妹们最大的还在读书，最小的尚未成年。这一转眼20年过去，当年还在读大学的弟弟如今已经40多岁，而当年还在读中学的小妹妹如今也已经嫁为人妇。而除他的弟弟妹妹之外，另外2个男人是他的2个妹夫，他今日也是第一次见面。陈肇中黑在美国的这么多年，虽然经常用电子邮箱与家人联系，但是这么多年他与家人从未见过面。即便家里人都知道他在纽约唐人街，但为了他的安全，谁都不敢去纽约看他。而且他们现如今在港岛都是相对底层的那一类人，本本分分的讨生活，对外面的事情知之甚少，也并未听说陈肇中将被引渡回来的消息。所以如今忽然看到陈肇中回来，他们除了激动之外，更多的是担心陈肇中这一回来，刘家辉就会要他的命。陈肇中强忍着泪水安慰他们道：“你们不用担心，我跟刘先生已经算是冰释前嫌了。”说罢，他连忙问道：“妈，情况怎么样了？”陈肇中的弟弟哭着说道：“大哥，妈已经深度昏迷了，医生早就说过她醒不过来，今天上午医生打电话跟我们说，妈应该也就是这1、2天了。”陈肇中一听这话，连忙冲向病床，双手将病床上老太太的手握住，哭着说道：“妈，是我，阿忠啊，我回来看您了，您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啊，妈？”